等一下你去接奶奶啊，你等一下看里面走出来哪一个是奶奶，你认识吗？认识。好。我去。那我跟妈妈就坐在这里啊，坐后面啊。你去找奶奶，你带着妹妹去找奶奶好不好？不要，你们也走。你在这里等啊。我去。还要等那个开门有人出来了才可以。奶奶在哪里？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时不时分享一些容易掉订阅数的内容。那最近差评退订真的很多，因为说了一些比较个人的观点。那我觉得当男性路配 YouTuber 真的是非常难，就是本身男性很难发散去聊一些家常的话题。你让我说一些家常的话题，我可能2、3句话就说完了，然后脑子里也不会想到一些平常婆婆妈妈的事情，所以我通常喜欢说一些自己个人的观点，但是一旦观点说出来呢，肯定会有一些人不认同。大家可能也看到前几部影片的浏览量很低，这么低的浏览量还伴随着很高的退订数，而且在留言区的他们的一些观点也是比较激烈一些。那没办法，你说这些内容肯定会容易引起争议，所以我真的觉得身为男性路配 YouTuber 真的蛮难做的。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泥沙的流进，才能看出在这样一条河里谁没有穿底裤。我也希望自己能保持初心，说我想说，而不是一味的去讨好观众，说观众想听的。你认同也好，不认同也罢，但至少可以听到一些跟其他路配可能一味的夸台湾不同的声音。我也希望我自己在很多年后回看当初的这个自己，觉得自己还是蛮敢的，还是蛮带种的。正所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是呢，今天还是放下一些个人主观的观点，来跟大家拉拉家常，唠唠嗑。我们上海话叫嘎塞舞，来跟大家嘎嘎塞舞。为什么呢？因为前1个礼拜我妈妈来到了台湾，我发现我妈来了之后，我就有比较多的家庭事情跟她分享，那也激发了我想来跟大家分享聊家常的一个欲望，有不少家庭的话题。那我妈妈应该是在我结婚依亲来台湾生活后第2次来到了台湾。她其实之前自己旅游已经来过2次台湾，她也说蛮喜欢台湾这种小确幸的感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对于台湾女生的印象非常好，她之前也开玩笑跟我说希望以后能找一个台湾媳妇。她是说台湾女生不管是行为举止啊，还是语气语调啊，还是口气态度上都非常温柔，所以她对台湾女生印象非常好。那没想到她这个玩笑就是真的是成真了，我不但找了一个非常温柔非常漂亮的台湾太太，而且还有2个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台湾小孩。那这次她来呢，原本是想让她帮忙带一下小孩，因为原本我太太工作上安排之后可能会有1个礼拜要出差，虽然我一个人在家也能搞定2个小朋友，但是我觉得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他这个出差好像目前已经有变动了，就是可能不需要去出差了。那这个没关系，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小孩这个阶段，可能他们2、3个月大脑可能又发育了一下，然后人的样貌啊也都有很快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在他们可以说是最可爱的一个时期，希望我妈妈能跟他们多接触多相处一下。因为真的我在家带他们觉得他们很可爱，很想让我妈妈自己来体验一下。上个礼拜接触下来呢，她也跟我说觉得我怎么把自己家2个小孩管得那么好。那这里说起来我也是蛮自豪的，我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驯兽员把家里2个小野兽管理的服服帖帖，就是无论是他们情绪稳定啊，还是跟他们沟通上面啊，就是他们一旦有一些
需求，我就会想办法满足他们，或者是延时满足，就是不太会闹太大的脾气，就是很好哄。所以我妈妈接触下来，她说本来以为我在家带2个小孩会很辛苦，但是她实际带过觉得一点都不累，真的，其实时间长了也是蛮累的。哎呦，你这么厉害，把奶奶撞到地下去了，你力气这么大。我不喜欢。哎呀，你又来了。而且我发现他作为我的长辈，作为上一代人来带小孩，跟我还蛮大不同的。就是我小时候，我印象中他对我还是蛮急躁的，蛮凶的。说实话，我小时候蛮怕他的，所以我小时候是属于比较乖的小孩，比较听话的小孩，到后来就比较叛逆了。但是他现在跟小孩接触的状况，真的让我觉得耐心非常好，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但是这些应的方面，并不是说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说什么要吃零食就给他吃零食这样子，他也是有自己的规范。但是在一些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他真的是有求必应，很容易哄好小孩。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就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好的耐心来对小孩，而且就是可能我内心心思还比较杂一些，就是一上午如果跟妹妹单独相处，妹妹要我讲故事什么，我也可以陪着她，但是我自己就会哈欠连连，真的觉得很枯燥，而且很耗费精神。那我妈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啊，她就是真的可以非常耐心的坐在那里跟他们讲故事，跟他们互动，什么抱抱啊，转圈圈啊，2个小孩很开心。抓的要假装的啊！但是说起来啊，就是女生跟男生是不一样的，女生真的比较聪明吧，还是比较坏。她刚刚看到奶奶的时候跟奶奶很亲，好像有一种好像因为我看到我妈就很亲嘛，因为很久没见，就很热络。然后她好像是学我的样子，也跟奶奶很亲。但是没想到接触了几天下来，她开始会说我不喜欢奶奶。他会说这句话，就是我妈听了也当然是不会生气，觉得很好笑。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就可能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他并不是很熟悉的人，并没有接触很长时间的人，天天住在家里。我女儿她就有一些不适应，所以有几天开始说我不喜欢奶奶了。然后我妈就跟她开玩笑，我妈说我也不喜欢你了，我喜欢哥哥。然后我女儿真的是很聪明，2岁的一个小孩，她会跟我妈对着干啊。像我印象中，可能小孩就是也会说我不喜欢你，就是重复这句话，我也不喜欢你。但是没想到她也会对应着，比方说我妈说我喜欢哥哥，她也会说我喜欢爸爸妈妈，她就会去对应着就做这样一个思维的发散啊。我觉得真的让我蛮意外的，一个2岁的小朋友怎么能这么聪明，这么坏，就是坏得很可爱。我妈一来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去看病，看积累下来的一些身体上的不适。首先就是湿疹嘛，我首先就去看好了。平时就是要带着小孩去看，还是蛮不方便的。然后我老婆也比较晚回家，晚上就没有地方去看，所以我就拖到我妈来了，马上就找机会。虽然真的看病很方便，半个小时解决，就去看一下。刚去开了药，湿疹的药。那还有像妈妈手，我也很希望去看一下。然后包括整个脊椎啊、腰椎啊，我觉得带孩子4年下来，浑身是病。我妈来了，感觉来了一个救星，我可以脱身出去了。其实家务上的事情，我觉得我妈很难帮到忙，是因为我这个人在做家务上很有一些强迫症。好了，这里开启一些家庭主妇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比如说晾衣服这件事情，我对于晾衣服很有强迫症，就是我们家晾衣服是有2排，里面1排，外面1排。然后呢，我通常是
衣服、裤子长的、短的都有规范，包括衣架的方向、钩子的方向，我都是有自己一个顺手的习惯。之前果果帮我晾过一次衣服，然后他衣架是跟我反着挂上去，我就收的时候非常不习惯。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挂了，还是我来做这件事情吧。”所以我妈来，像这些方面我也就不想让她插手。还有就是我们家那个洗碗机，每一个盘子、每一个碗放的位置，我基本上都有固定的自己整理思路。他一来，然后帮我放进去，我就非常看不惯，就是做起来觉得很不顺手。然后我就叫他说：“你不要做了，你不要做，都交给我吧，还是我来做比较好。”比较不巧的就是我儿子前2天发烧，然后也没有去学校，就在家里，所以我妈就有2天是在家，一个人带2个小孩。因为刚好就是我借着我妈来的机会安排了自己的一些行程，有一天的行程是中午有一场活动，晚上有一场活动。那我这里要夸赞一下我自己，我真的还是一个蛮着家的男人。活动的区域其实都在台北车站附近，甚至更远一些到东区那里。但是我在下午这个空档的时段，我还是抽空啊，就是来回交通大概要1个多小时，我还是抽空回来陪伴一下小孩，帮我妈分担一下，因为我怕2个小孩可能不习惯啊，或者是我妈还顾不过来这样子。但是发现他们其实相处的已经很融洽了。抱抱，哎，老师抱抱呀，哎，抱起来，老师不能打架了呀。也趁着我妈来这2天，把我之前安排的一些行程全都做完了，真的还是感觉蛮自由的啊！带孩子4年，很少有这样的轻松的时刻。刚刚还说到我儿子就是发烧，他真的体质跟我小时候很像。我小时候可能1个月就发烧1次，那个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很完善。到后来青春期过后，我就身体变得很好，很强壮，甚至我觉得自己体能也比一般人要好不少。那我儿子就是跟我小时候一样，他在1月初这个月初先是小发烧1次，但是很幸运的就是他既没有肠病毒，也没有感染到什么甲流啊，什么一些比较严重的病，都是小感冒、小发烧，1、2天就好了。那1月初发烧1次，到现在1月下旬，隔了半个月又发烧1次，就是真的是像我小时候的翻版一样。然后我妈来呢，我发现她记忆力真的很好，没有随着年纪增长，然后记忆变差。我带她去北投市场，她甚至记得哪一家菜比较便宜。就像我们买鸡蛋，我通常是全联买的，那全联10个鸡蛋差不多是600克，1台斤600克，对。10个鸡蛋，大家如果经常买菜的话，应该会知道全联最便宜那种白色的蛋，10个装差不多是51块。那我妈就跟我说，她说北投市场有一家卖鸡蛋的店很便宜，然后她带我去看了，果然那边1斤是35块。她说那这样要比全联便宜15块。她对于价格的敏感度要比我高很多，而且她真的每个摊位都记得很清楚，很厉害。带我妈来逛北投市场，然后他还有一次也很厉害，他去接我儿子放学，然后我儿子上学是在石牌那边，他在途中看到一家卖鸡蛋的店，他说那边鸡蛋更便宜，那边只要32块1斤。他说你以后买鸡蛋可以去接儿子的路上顺便买一买。我觉得他对于价格的敏感度真的很厉害，就是我买东西其实没有很关注价格，就大概知道一个价格范围，但不会关注到什么几块10几块的差价。他就真的很细心，会观察到这样一个细微的差别。那还有一点让我觉得他真的比我更适应台湾，更像台湾人是什么呢？也就是前2天地震啊，这个地震真的太可怕，太恐怖了。当时我刚刚睡下去，准备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手机就开始震动。当时其实那个警报提前了30几秒的时间，我脑子里其实蛮空白的，就是也不知道该干嘛，就让它倒计时一样，好像在宣判之后地震会不会影响很大。因为那个警报，我马上打开那个地震报告，说是3级，我想3级
算是蛮大的，在台北来说算是蛮大的，但是也不至于到房子倒塌的程度，就还好。所以我整个人的身体是继续躺在床上，我已经很融入台湾了，比之前403大地震的时候要好很多。403大地震的时候，我是整个人没有穿衣服，只穿了一条内裤就夺门而出，冲出门外跑到街上，也不管个人形象问题了。那个时候真的很怕，所以这次我觉得我在身体上已经很适应台湾了，继续躺在床上，该干嘛干嘛，也没有去管地震到底怎么样，该睡觉还是睡觉。但是在心灵上我真的非常紧张，乃至地震完之后我一身冷汗，就是衣服全都湿透了，真的，我觉得已经比之前要更进一步融入台湾了。然后我就起床，想去问我妈有没有怎样，结果我隔着房门听到她在里面打呼，睡得非常安稳。就是我觉得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个晃动其实还蛮厉害的，然后时间也蛮久的，她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让我觉得她真的跟日常的一个台湾人一模一样。不把地震当一回事，虽然说他应该体验一下地震有没有可怕，我很想问他，但是他完全没有体验到，就是完全没有感受到地震。那这一次他来呢，也带了很多上海的一些特产，看一条鱼，这个是八宝饭，可以借妹妹玩一下吗？我叫我妈带了很多八宝饭，因为很久没有吃八宝饭，可能南门市场有，之后去看看有没有。那但是北投市场应该不容易买到。还有八宝饭罐头，这个是宁波年糕我妈不知道，其实这个也买得到，有买类似的这样长长的一条。就比如说百叶结，百叶结我是听台湾人说南门市场有卖，但是我还没有去过南门市场，之后准备去带他看看，一起去看看，我也没去过嘛。他带了百叶结来，然后我就马上煮了红烧肉，因为红烧肉烧百叶结非常好吃，真的好鲜啊，好好吃啊！如果看到南门市场有，还想再买一点。今天又做红烧肉，这是我妈妈从上海带来的百叶结，它其实就是一张张豆腐皮做的，然后豆腐皮再把它打结。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个百叶结，有没有百叶，一张一张的百叶，也叫千张。但是好像可能南门市场会有，但是应该会有一些区别。这个是比较厚一点点，然后对，有一点点厚度，然后打结的，跟着红烧肉一起煮，它就会很入味。迫不及待就今天做起了红烧肉，把这个百叶结放进去。好，差不多都好了，可以收汁了。开大火，刚尝了一个百叶结，真好吃。豆香味很足，口感是 QQ 的，还带了那个油面筋，我们叫油面筋，就是比较大颗的面筋。油面筋，台北蛮难买到的，这么大的，台北有小小的我看过，这个大的就可以做把肉塞进去，做油面筋塞肉。我看到台湾也有，但是是小颗的。这是台湾的面筋，就比较小一点，没办法塞肉。羊肉一斤230，2斤450。我们大颗的呢，通常会里面塞绞肉，就做油面筋塞肉，很好吃，也是很好吃。就是它带来的一些东西，真的是让我很怀念的一种家乡的味道。虽然我很适应台湾的生活，但是对于家乡的味道真的还是很难以割舍，就是那些是可能印在骨子里的记忆，就是觉得那些东西很好吃，虽然台湾人吃过可能觉得并不怎么样没想到今天七七八八的聊家常也分享了这么多，真的是我妈妈来了之后打开我这个想聊家常的思路啊。那我觉得这部影片也不会得到太多差评，也不会有太过激烈的留言，希望这样一次分享家常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我应该会带我妈去南门市场逛逛，
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上海的年夜饭，上海的年味。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大家再会。这是我妈给我泡的茶，哇，补血养气。